易烊千玺小学跟老妈的这个公交地铁之回忆之后座剧场分享完毕，旅程结束，再见。我是今天刚拍完广告，然后收工结束来到这儿，我一路睡过来的。到这儿我刚睡醒，所以有点语无伦次。我现在脑子有点懵，而且还有点冷。我就再来大家重温一遍啊！我跟我妈在那个上课的地方上了有1年2年吧。然后后来1年2年，我们都是每天坐公交地铁，就是放学之后坐公交地铁来那个北京桥那地方上课。一般8、9点下课，好像就反正就是现在时间，好像现在就是9点多。然后下课再按刚的路线一直坐公交，坐3、4、5块再回昌平。等一下啊，我好像走错了。这儿我记得，这整片我记得。这儿左边还有条口，口那儿不能绕着一条小路过去。我试着从这条小路过去啊。这儿出来，原本啊这一片都是麻辣烫，特别多人蹲在这儿。我夜市开了我都看不清，反正这一块出来是2桌麻辣烫，特别好吃。每次肥肠是必点。然后蘑菇、魔芋丝之类的，我妈心情好就会带我吃2口。这家这卷帘门里面本来是一家门店，是一个卖盐酥鸡的。这个地方简直就是我童年幸福的驿站吧。反正就每次我就盼着到这儿路过，我黏着我妈买点盐酥鸡。我后来就再也没遇到那种小门店卖这么酥这么脆的盐酥鸡了，真的特别香。完走就是345总站，应该我记得，对，就这样。345，坐345还不行，必须得坐345快。我其实在北京很久一段时间了，我只要出来上班，我就坐公交地铁。坐了很久了，疫情之后大家都戴口罩，然后公交地铁大家也都低头玩手机，公交尤其老爷爷老奶奶比较多，地铁呢反正就面对面2排坐，大家反正玩手机的大部分，所以一次都没有被认出来过。都是梅西，一路昌平东关。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，让我觉得心在跳。我看不见它，但却听得到。我怎么感觉这车的格局跟以前也有点不一样了？以前我跟我妈直接坐在最后一排，但是现在最后一排变成有车门了。我一会儿看能不能给大家看一眼。大家所有做口罩一定戴好。请您从后门下车，下车请刷卡。我有一个计划，既然最后一排坐不了了，最后一排因为现在就2个座，最后一排坐不了了，我寻摸着。各位乘客，铁狮子坟到了，请您从后门下车，下车请刷卡。我就猫着等那个人下车之后，我
我就换他那个座，我就带大家看前面，前面我看。我本来计划换成最前面那个厕所位，但我现在的计划遇到一点威胁。如果那个人下车了，这个座位会可能被这个人占据。我要把我这个位置让给他，他可能看到这有空座，这就会过来了。看一下啊。西环南路，这儿就开始进昌平城区了，就昌平体育馆。这个广场是我小学时候最爱来玩的地方。那会儿腿拉伤啊什么的，休息了很长时间没上学，就是在这个广场上一点点练走啊、跑啊，我妈带我放风筝啊，然后一点做康复训练，康复起来。各位乘客，昌平东关到了。到站，昌平东关。啊，我刚把后座剧场变成前座剧场，带大家走了一趟。后座剧场那些歌，野花啊，然后亲密爱人、送别这些，也是我那会儿特爱听的歌之一吧，之六。觉得可以做出来是一段回忆，分享给大家。其实我真一路走一路聊啊，能跟你们说好多好多小时候的故事。这次是我妈，就是我反正又因为什么磨叽惹我妈生气，然后我妈把我赶出门外。我们当时住顶楼，然后顶楼就2户人家，很小那个楼道，然后赶出去就把我关在门外。我当时就穿了个睡裤，还是反正就穿特别薄，然后冬天我就在门口哭啊哭。邻居他们是一对情侣，很年轻，然后听到我在门外边哭，然后就开门要把我拉进去，就开门让我先去他们屋子里边待一会儿，然后刚一开门，然后我妈就把门打开了，就我妈其实一直在猫眼后边看着我，你说讨不讨厌？易烊千玺小学跟老妈的这个公交地铁之回忆之后座剧场分享完毕，旅程结束，再见。站起来之后，就觉得有好多可以分享的。其实那一路过来，昌平城区这一片，老昌平，我就是一老昌平，就是每一个角落我都能给你说上小时候我在这儿发生过什么。反正我对于我小时候，我觉得我人生到现在吧，聊人生了开始，就是我觉得我最喜欢、最热气腾腾、最有活力，或者怎么着，就是在昌平这6年小学那会儿，反正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呗。
这回是真结束了，再见。